1981年5月29日，一阵紧张急促的铃声忽地响起，这铃声来自于宋庆龄的卧室。往日安静的卧室嘈杂起来，众人的眼中满是焦急。此时医生们正在对宋庆龄做着最后的抢救。随着仪器声音的停止，宋庆龄先生与世长辞。依照事先准备，宋庆龄的遗体被送往了客厅中。不久后，领导人们和宋庆龄的亲朋们悉数赶到，对宋庆龄进行了遗体告别。6月2日，宋庆龄的遗体送去了火化。6月4日是宋庆龄的葬礼。按理说，他的葬礼必定是以国礼安排，是一点差池都不许有的。但在葬礼当天，宋庆龄的葬礼却提前了5分钟举行，这是何故？宋庆龄在生前曾经明确地表示，他不需要铺张浪费，不用国家特意为他花钱建造坟墓。此外，他也不想因为和孙中山合葬而破坏了中山陵。宋庆龄说：“我不愿意和伟人分享荣光。孙中山应当安葬在中山陵受后世敬仰，而我则和我的家人们安葬在同一处。”葬礼事宜由李家炽负责安排，他依照宋庆龄生前的意愿，将宋庆龄的骨灰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之中。这场葬礼在宋庆龄病重之时便开始着手安排，而李家炽最开始接到任务是在1981年的3月底。当时李家炽因为工作来到了北京开会，在开完会后，李家炽原本想要离开了，却被来人拦住了脚步。这个人正是当时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冯文彬。冯文彬带着李家炽来到了一处安静的地方。冯文彬说道：“宋庆龄先生已经病重了，他的病已经难以治愈，我们能做的只能是尽量延长他的生命，以及早做打算。”宋庆龄所患的病是血癌，即大家通常所说的白血病。彼时的宋庆龄已经是88岁高龄了，在年近耄耋之年身患重病，已然是十分痛苦的事。在年老和疾病的消磨下，当时的宋庆龄的身体已经是如朽木一般。血癌这种疾病一直是难以攻克的疾病，当时的医学专家们能做的，只能是减少宋庆龄的痛苦，让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中尽量舒适一些。李家炽在和冯文彬的谈话中得知，宋庆龄希望死后可以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之中。李家炽也为宋庆龄的多方考虑而动容，因此也坚定地接受了上级给的任务。在次日便返回了上海。在抵达上海后，他立刻找到了上海市政府的领导们，并且把宋庆龄的愿望传达给了他们。得知宋庆龄的想法后，上海市政府的工作人员们都十分感动。宋庆龄在上海出生长大，为国做出了非常多的贡献，他也是上海人民的骄傲。宋庆龄想要落叶归根，他们也愿意协助李家炽完成宋庆龄最后一个愿望。在联系完上海市政府后，李家炽便和他们着手准备宋庆龄的葬礼安排。从场地到人员安排，几乎是事无巨细。蝉鸣响起，时间很快就到了5月。彼时宋庆龄的身体状况开始急剧恶化，众人心里也明白，宋庆龄大概时日不多了。中央领导立即联系李家炽，询问宋庆龄葬礼安排事宜，但李家炽却坦言道，自己还没有安排好方案。李家炽说道：“此次宋庆龄先生的葬礼是按照国葬的规格安排的。中央之前也有为其他伟人举办过国葬，但这次却是由上海方面承办的，这确实是第一例，没有先例参考，我们也怕出差池，还请中央方面指示。”在知道李家炽的难处后，中央方面派出了人到达上海，和李家炽一同安排。国葬是国家举办的最高规格的葬礼，场面十分壮观，并且参加哀悼仪式的人员数量众多。但宋庆龄生前多次表示不愿意兴师动众，一切从简最好。在结合宋庆龄的想法后，李家炽等人把葬礼的出席人数从500人缩减为200人。宋庆龄一生简朴不喜奢华，他的葬礼也是如此。在最终制定好方案后，李家炽便向中央领导汇报。在上级过目完葬礼方案并且无异议后，李家炽立刻向上海方面传达，要求他们随时待命，做好举行葬礼的准备。1981年5月29日20时18分，宋庆龄在北京的医院病房中与世长辞。在宋庆龄的追悼大会上，邓小平恳切地说：“
宋庆龄同志逝世前不久，被接收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实现了他长时期来的夙愿。这是宋庆龄同志的光荣，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在经过遗体告别、追悼大会等仪式后，最终宋庆龄的骨灰回到了他的家乡上海。依照李家炽等人制定的方案，宋庆龄的葬礼应当是在1981年6月4日上午10点准时开始，但在葬礼当天，葬礼却提前了5分钟举办。而提前举办葬礼却是邓颖超当天在葬礼现场临时决定的，这究竟是为什么？邓颖超和其余的中央领导在6月4号当天早上便从北京出发了，他们乘坐专机赶到了上海。在飞机停靠机场后，不待休息片刻，众人便马不停蹄来到了上海万国公墓。到达上海万国公墓后，邓颖超联系了李家炽说：“我想要到宋庆龄先生的葬礼现场看一看。”邓颖超此举并非是不放心李家炽等人的安排，而是邓颖超对宋庆龄的尊敬和不舍。到达现场后，邓颖超看到了许多领导和市民们在现场等候着葬礼开始，他们皆是肃穆而又庄重，陪着宋庆龄走完最后一程。葬礼当天十分炎热，上午的户外也闷热无比，市民中不乏老人和小孩子，但他们的头上布满了汗珠，但他们没有一丝不满的神情，都是耐心地等待着葬礼开始。邓颖超见此情况十分不忍，市民们皆是自发地参加宋庆龄的葬礼，但邓颖超也相信宋庆龄同样不希望老人家和小孩子因为他而在忍受酷暑。邓颖超立刻找到了李家炽，说明了情况，李家炽也十分赞同邓颖超的想法，于是二人找到了中央上级领导汇报了此事。李家炽急切地说：“虽然还没到葬礼开始时间，但场外天气已是十分炎热，在场群众中老人家和孩子众多，在酷暑下暴晒，怕是要中暑。我们希望葬礼可以提前开始，希望领导们批准。”中央领导们也同意了这个临时的改动。市民们出于对宋庆龄的敬仰，才会到此参加宋庆龄的葬礼。提前葬礼不仅照顾市民们的感受，也将宋庆龄先生的为民精神继续传递下去。葬礼开始后，护送宋庆龄骨灰的灵车由车队包围着，车队缓缓地向万国公墓的方向移动，街边站满了自发参加送葬的市民们。到了万国公墓后，解放军礼兵们护送着宋庆龄的骨灰到达了宋家的墓地之中。宋家家族的墓地不是特别大，但在经过修整翻新后也是焕然一新。宋家墓地种满了松柏冬青，衬得整个墓地十分安静肃穆。宋庆龄最后被安葬在父母合葬墓的东侧，最终他也能常伴在父母身侧了。回顾宋庆龄的一生，是无私奉献的一生。他出生于富庶人家，自小生活优渥。在青年时期，宋庆龄被送往美国接受新式教育，之后又不顾家中反对，毅然决然和孙中山结为连理。宋庆龄和孙中山二人为了革命奉献了一生。孙中山是革命的先驱者，但宋庆龄也是伟大的共产主义者。早年间的宋庆龄便积极投身于反帝爱国运动之中。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宋庆龄又参加了许多反侵略、崇尚和平的会议，他身体力行地向人民宣传着和平和反战的思想。宋庆龄也同样心系着人民群众和老百姓们，在闲暇之余，他总是在全国各地四处奔波，慰问和了解着老百姓们的生活。乡村、工厂、田间都曾经留下了宋庆龄的身影。他了解着人民的生活，也体谅着他们的艰苦和不易。宋庆龄作为女性，也更加的能够和妇女们共情。她热切关注着妇女们的解放事业和工作，为妇女争取合法权益做出了无数的工作。对于孩子们，宋庆龄也十分关心。她深知孩子们是中国的未来。她曾说，有些事是可以等待的，但少年儿童的培养是不可以等待的。为了孩子们，宋庆龄积极推进教育工作。她也时常鼓励孩子们多读书，读好书。宋庆龄一生都未有生育，但她却当之无愧是全天下孩子们的母亲。宋庆龄不仅在国内享有美名，在国外也是如此。她时常代表中国到各个国家和地区走访，她也凭借着人格魅力广交好友。对外，她是友好的外交家，是体恤人民的领导人；
对内他奉行节俭，时常通过变卖旧物来填补家用。晚年的宋庆龄因为工作原因时常待在北京，但对宋庆龄而言，上海的住所才是她真正的家。她最后一次回到上海的家中，她把家中的旧物品和老物件悉数变卖。这些珍贵的老物件被宋庆龄以低价卖出，但这些变卖后所得的钱财也被宋庆龄用于帮助老百姓一事上。在宋庆龄离世后，上海市政府将宋庆龄曾经变卖的东西买回了一部分，并且放在了宋庆龄曾经的住所之中。这些物品回到了曾经的家中，也算是物归原主了。宋庆龄一生都在为了国家、为了大局考量，所以他在生命前最后一刻也不愿意国家为了自己的葬礼大肆铺张，他也不愿意因为合葬而破坏中山陵。在宋庆龄离世后，中共中央为了纪念宋庆龄而立下碑文。宋庆龄为了中国做出了许多努力和牺牲，他的功绩和贡献应当被后人所铭记。回首建党这100年来，因为宋庆龄等一众爱国主义者的奉献，才能让中国共产党在风雨中茁壮成长。宋庆龄已然逝世几十年，但他的精神信念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我们不仅要铭记这些先辈们的事迹和精神，更要学习他们的举止，践行他们传递下来的美好品德。